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元仔或是营亚，今天是不定期出现的补充篇。我们来简单聊聊音乐中的和弦变化如何辅助我们去辨认腕拍。那当然不会有很艰深的乐理，请大家不要担心哦。影片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和弦入门，然后我们会有一段乐曲来作为范例。那第二部分是以《水星记》这首歌来作为范例讲解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和弦是什么呢？那 ChatGPT 给了这样的答复：和弦是音乐理论中的概念，它由同时演奏的多个音符组成。一个和弦通常由至少3个不同音高的音符组成。那这些音符按照特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。和弦可以用来支持和丰富音乐的和声结构，并为音乐创作带来丰富的音乐性和情感表达。在音乐中，和弦是组成和声的基本元素之一，并且在各种音乐风格中广泛使用，包括古典音乐、流行音乐、爵士乐等。和弦由音符组成，每个音符有自己的音高，而和弦则通过这些音高的组合和排列来形成特定的声音。跳过。和弦的类型和组合方式非常丰富，每一种和弦都有自己的音响特性和情感表达。音乐家可以根据需要和个人创作风格，选择和使用不同的和弦，从而创造出独特而丰富的音乐效果。基本上，和弦概念在伴奏中的使用非常常见，几乎在所有歌曲中都是必须的。我们也可以在中间找到一些常见的规律，借此来辅助我们去辨认腕拍在哪里。和弦大多以小节为单位变换组成，但当然它也常在乐曲的转折点，或是想要做更细腻的编曲时，改成每单拍或每2拍去做和弦的变换组成。和弦伴奏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形态，可以是同时演奏的3和弦或4和弦，也可以是分开演奏的分解和弦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简单的旋律伴奏范例。首先，第一行是用完全没有变化过的和弦。你会觉得在这段音乐听起来好像不是太协调，尤其在第2和第4个小节。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看第2行。第2行根据了主旋律每小节的音，分别去选择了一个合适协调的和弦。那在这个范例里，相较于第1行，整体就和谐顺耳多了。那到第3行的时候，我们则是将原本每个音都同时出现的和弦拆分开来，使用的方式是我们之前第2集的范例中有使用的伴奏方式，听起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我们听听看。第4行则是更彻底的将和弦分开成单音，一拍2个音，或是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只要还在同样的和弦组成里面去做排列组合，就不会不协调。在接下去第5行之前，我想先快速带一下音高的基本概念，因为可能有的观众会不太熟悉，我们用钢琴键示意图看会比较清楚。我们会将琴键分成几个重复的区块，你会注意到每8个白键音就会是在区块的同一个位置，也就是它们其实是同一个音，只是高低不同。我们会称它是它的高8度音或是低8度音。那既然是同一个音，就可以在和弦的组成中去自由的用高低8度音去代换，或甚至是16度、24度等等都不会有不协调的问题。但这些变化就可以给乐曲带来很多不同的氛围。那有了以上的认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往下看。第5行其实基本上跟第4行一模一样，我们只是将每组连音的第一个音往上提高了8度，那听起来也是绝对和谐的。你可以感受到整体氛围听起来很不同，第5行听起来比较欢快，而前面第4行则听起来比较稳重。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这部分我们前面提到的重点：和弦大多以小节为单位去变换组成；和弦伴奏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形态；
接下来我们看实际的歌曲范例。那我们选用的歌曲呢是歌手郭顶的《水星记》这首歌曲。之前在每天数拍子的企划时有数到这一首，那发现它的伴奏很适合用来讲解和弦与分解和弦的概念。那继续下去之前，建议大家这边先暂停一下，去听一下原曲前面大概36秒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再回来听解析会比较清楚。好啦，那我们继续下去咯。这边是我将前面36秒共10个小节听打出来的伴奏谱。那你会注意到前面4个小节虽然有一些小变化，但基本上都是以3和弦的形式来呈现。那接下来则是以每拍4连音的分解和弦呈现。然后辨认腕拍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几乎都是每小节会变化和弦，因此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概念来辅助你去辨认腕拍在哪里。那一定要记得是辅助，而不是绝对啊。但慢慢多听、多感受，增加音感之后，你其实会发现这个辅助还蛮好用的。我们最后来听听看这个伴奏谱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有什么问题心得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。那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分享，给我一些支持鼓励。那我是元仔或是营养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阿啾啊！